家好，我是新月，好长时间没有吃黄豆了。今天用黄豆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。黄豆的营养呢是非常丰富的，我们总是打豆浆的话就会吃腻了。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个比打豆浆更加好吃、营养更加全面的做法。给你家里面人口的摄入量准备适量的黄豆。我们家人口呢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准备了300克左右的黄豆。先把黄豆倒在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子里面。然后把里面坏的黄豆捡出来不要，然后倒入1大碗清水给它淘洗一下。这个黄豆呢和大米是一样的，我们不要用手使劲的去给它搓洗，那样的话会破坏它表皮的营养成分。我们只需要借助一个肉勺轻轻的搅动一下，把它表皮的灰尘和脏东西清洗干净。黄豆呢是一个比较干净的豆类，不需要清洗很多遍，1到2遍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清洗黄豆的水呢是很干净的，像这样清洗1遍就可以了。用肉勺舀出来放在大碗里面，再次倒入1大碗清水，给它浸泡2个小时以上，泡至软化。现在呢我们这个黄豆泡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有个别的黄豆都已经开始冒芽了，泡到这样的状态就是已经泡好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放在破壁机中，在黄豆里面加入300毫升的清水，然后我们选择点动的功能，给它打成黄豆糊，多给它搅打一会儿，打得更加细腻一点。打好的黄豆汁直接倒入大盆子里面，我们就不用过筛了。下面在里面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再加上100克的糯米粉，可以增加它的 Q 弹度。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成大面絮状就可以了。最后搅拌成像这样的大面絮状就可以，再把筷子丢到，用手按压揉成面团，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。这个面团呢是不可能一下子给它揉均匀的，最后揉至盆中没有干面粉的状态，像这样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给它醒一小会儿。醒面的时间呢，给它准备1大碗的灰枣，加上1勺食用盐，1勺面粉，加上20毫升清水，下手给它抓捏一小会儿，让红枣上面均匀的沾裹上一层面粉。面粉呢有着很强的吸附性，食盐有着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它们2者的结合可以有效的去除红枣缝隙里面的脏东西。用这样的方式来清洗红枣，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又省力。抓捏到感觉有点沾手的时候，加入1大碗清水给它淘洗干净。这个红枣呢多给它淘洗2遍，直到把它的表皮清洗得非常干净，然后给它打捞出来，直接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然后再用剪刀把它的果肉剪下来，直接把红枣的枣壳去掉。剪好以后用刀做得更加碎一点，剁成像这样的颗粒状，吃下去口感会更好。然后给它收起来放入碗中备用。现在的黄豆面团呢已经醒好了，用手指像这样按压一下，可以摸到它变得非常柔软，像这样就是醒好了。然后把切好的红枣碎加进来，用手按压面团，把红枣揉进去，使它分布均匀就可以了。大概揉至5分钟左右，这个红枣呢就全部已经揉进去了，像这样是一个非常均匀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放在案板上再揉搓2分钟，使这个面团更加的有筋性，吃上去呢会更加的 Q 弹。揉好以后给它搓成长条，最后呢给它揉成一个圆柱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在上面喷上一点食用油，用手涂抹均匀，使它更加光滑。然后再盖上一个保鲜膜，像这样给它缠绕起来，给它整理得更加圆润一点。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我们的黄豆面团已经冻好了，在冰箱里面冷冻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，只需要给它微微定型，不需要冻得太僵硬了。
然后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小块，切成一个长片状就可以啦。下面准备一个电饼铛，把锅子预热好以后加入食用油，这个食用油呢可以多来一点，用一把小刷子涂抹均匀。把做好的黄豆小饼一个一个放入锅中，我们给它稍微留出一点空间，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。先开大火给它煎制一下，在小饼的表皮上也刷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锁着它的水分，使它烙出的小饼更加柔软。先给它盖上盖子，烙制3分钟左右。3分钟以后打开盖子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挨个的给它翻一下面，看一下颜色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我们一翻面呢，这个香味就全出来了，有着浓浓的黄豆香味，还有大枣的香气。盖上盖子，再给它烙制3分钟左右，全程烙制个5-6分钟左右。我们把这个饼子烙制成8面金黄色，像这样的状态就说明熟好了。然后我们想办法给它出锅，放在盘子里面就可以开吃啦。这个饼子呢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下，吃的时候会更加的筋道好吃。黄豆呢不要总是打豆浆喝了，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。制作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而且营养也没有流失掉。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点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啦。这个饼子里面不光有面粉，还加入了糯米粉，吃上去更加的软糯 Q 弹。小孩子呢也非常的喜欢吃，它的外皮呢是一个非常酥脆的状态，内里呢非常的柔软有筋道。创作不易，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们不断成长的动力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往期家常美食视频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